老婆和女儿不知道我绑定了一个系统，只要我用丈夫和父亲的身份陪伴他们5年，就可以复活我现实世界里的一家人。我默默忍受了他们整整5年的冷眼，终于等到任务成功脱离世界的消息。宿主，您有3天的时间和这里告别。最后的3天，我变成了他们心目中最完美的模样。母女俩点名让我做白月光爱吃的菜，我立马点头去给他们做，可他们却不习惯我这个唯唯诺诺的样子。最后我想买些东西带回原世界去，身边的朋友都调侃我，你买这么多是要回家过年吗？我笑着点头，是啊，我要回家了。旁边的穆婉清猛然看向我，眼里是前所未有的慌张。江北洲，你不是孤儿吗？除了我这里，哪里还有你的家？我微微一笑，开个玩笑。听到这话，他这才松了口气。我没有和他解释，还有最后1天，我就要离开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给自己买了个蛋糕，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生日了。尽管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好好过。我点上蜡烛，刚要许愿，门铃声就突然响了起来。门外是穆婉清的助理，看到我也没有多说话，只是把手中的盒子递给了我。这是穆总让我给你送来的礼服，说让你去夜宴5楼找他。将话和东西全都带到后，助理便没再停留。我无法拒绝，只好回到房间换上礼服，马不停蹄赶往助理说的地址。到了之后才发现是生日宴。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他们终于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还怔了怔，可下一秒就看见宋景年满脸带笑的走到了我的面前。江先生，你终于来了。紧跟在宋景年身后的是穆婉清和江妙然，一见到我神色立马变了。穆婉清沉了沉眸，江妙然也有些不满的拉了拉宋景年的衣袖。爸爸，你叫他过来干什么？一旁的宋景年用余光瞥向我，隐隐带着些得意。我听说今天也是江先生的生日，和我同一天，一个人在家过也太可怜了，就让他过来热闹热闹。说完他随手指向宴会厅中央的长桌，上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礼盒，这些都是婉清和妙然为我准备的礼物，这么多我都收不过来了。江先生，你要不要看看，有什么喜欢的送给你也行，不然生日没收到礼物也太可怜了吧。我看出他炫耀的意味，微微摇了摇头，不接他的话。不用了，既然是送给宋先生的，宋先生收着就好。见我不接招，宋景年也不恼，走到几层高的蛋糕前，笑眯眯地看向我，既然不要礼物，那你就来许个愿吧。想到刚刚被打断的那个愿望，这一次我没有再拒绝，我食指交握成拳，闭上双眼，在心底默默说出了那个无人知晓的愿望，愿今后与穆婉清江妙然两母女永不相见。许过了愿望，宋景年仍旧没有打算就此放过我，故作好奇问道，江先生许了什么愿望，怎么不说出来？我还没有开口，江妙然胸有成竹的声音便传了过来，还能有什么？他每年都是许愿我和妈妈平安喜乐，今年也一定是。我身旁的穆婉清虽然一句话都没说，但从他的眼中我能看出他显然也是这样以为的，不过我也没有解释的打算，就这样误会着还能减少许多麻烦。宋景年笑着端来了一杯饮料递给我，江先生，说来也是缘分，我们连生日都在同一天，不如干一杯，江先生不会不给面子吧？一听到他这么说，穆婉清与江妙然就全都围了过来，目光警惕地看着我。我摸了摸，觉得有些好笑，轻笑一声，举起杯子跟宋景年碰了杯。生日宴尚未结束，碰完了杯，又有其他人来敬酒。宋景年十分大方地与宾客们聊着天，穆婉清与江妙然也仍旧守在他的身边，陪他敬酒，给他拿吃的。有人注意到独自待在角落的我，再看看围在宋景年身边的母女俩，顿时议论纷纷起来。穆总对宋先生可真好啊，连自己的丈夫都不管，一直守在宋先生的身边。谁让宋先生才是穆总的白月光呢？要不是当年宋先生突然离开，哪还有江北洲上尉的份？要我说，他还不如早点离婚走人，免得最后闹得不体面。你也不看看他入赘的是谁，他怎么可能舍得首富千金的丈夫身份？议论的声音并不小，即便是在角落，我也将他们的话听得清清楚楚。我笑了笑，不用他们催促，很快我就会永永远远地消失在他们的生命里，消失在这个世界。这时宴会前厅却突然变得嘈杂起来，我站起身，才发现是宋景年突然说肚子疼。穆婉清连忙打电话叫来了私人医生，医生一番诊断后才支支吾吾道，穆总，宋先生这症状是中了毒，要赶紧送医院洗胃。一听这话，穆婉清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无比难看，让人把宋景年抱出宴会大厅，离开前只留下了一句森冷的话，是谁干的？给我查！主人公出了事，宴会自然无法再进行下去。宾客们都匆匆离开，我也独自回了别墅。我本以为这件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只等着时间一到就让系统带我回现实世界。谁知傍晚时分，几名保镖却突然冲了进来，将我一路压到了宋景年面前。江北洲，我说过，只要你安分守己，我不会动你的位置，但你一而再再而三对景年动手，简直是冥顽不灵。一旁的江妙然也怒视着我大骂，江北洲，你这个卑鄙的男人，居然敢给我爸爸下毒！我突然被抓到这里来，一大一小两人的怒气便朝着我席卷而来。我才大概从两人的话中弄清楚了原因，他们这是认为给宋景年下毒的人是我。我气急连忙解释，我没有做，且不说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实在犯不上给宋景年下毒。即便我真的极恨宋景年，他们全程守在宋景年的身边，我又哪有机会下毒？可他们对我的辩解充耳不闻。穆婉清更是直接转头看向宋景年，声音也跟着柔和了几分，带着安抚的意味。你想怎么处置他，我绝不包庇，他毕竟是你的丈夫，也不好宋景局失了你的面子，不然就把他交给我1天吧，我会让他认罪的。宋景年看向被保镖压住的我，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容来，本以为他们会很爽快地答应下来，谁知半天没等到回答，他转过头才看见了穆婉清脸上的犹豫。江妙然也面露迟疑，爸爸，你要走他1天想干什么？触及到他们的眼神，宋景年骤然哑了声，我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死，难道还会对江先生做出什么过分的事吗？我只是想晓之以情，让江先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罢了。虽然他这么说，但不知为何，穆婉清心里突然有些慌，但最后或许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又或许是终究不想让他委屈，他还是答应了下来，只是几番强调1天后要还回来。就连江妙然也扭扭捏捏的不肯走，最后同样不放心的叮嘱了一句：1天后，爸爸一定要把他完整无缺的还回来哦。会的。宋景年温柔的浅笑着，但等着两母女离开后，便骤然变了脸。他派人带着我回了宋家的别墅，关上大门后，我清晰看见了他眼中那抹狠毒的光。宋景年朝保镖使了个眼色，保镖便心领神会的上前，一脚将我踹倒在地，拿出麻绳将我牢牢绑住。那一脚用足了力气，我只觉得背上传来一股剧痛，人就已经倒在了地上。不等我从疼痛中缓过神来，宋景年便接过保镖手中的鞭子，狠狠朝我抽去，力气极重，顷刻间便见了血。火辣辣的痛感让我没忍住痛呼出声。见识过宋景年的两
副面孔。我自然也知道宋景年带走自己绝对不安好心，但我没想到他会如此等不及，对自己下此狠手。紧接着第二鞭、第三鞭接二连三的狠狠抽了过来。你这样打我，不怕1天后不好交差吗？我躺在血泊中，再也忍不住质问出声。听到我的质问，宋景年也没有半点慌张。你放心吧，只要你不凭空消失，我就算把你抽得奄奄一息，我也会有理由圆回去。他声音里带着满满的得意，我却突然笑了笑。可是我很快就要凭空消失了。宋景年没看见我的笑，仍旧不知疲倦地挥着鞭子，鞭子逐渐染上血迹，谩骂声仍旧在我耳边回荡。妈的，让你跟我抢女人，让你跟我抢孩子。我被抽得浑身是血，却仍旧没有求饶。所以毒真的是你自己下的，可当初不是你自己要走，不要他们了吗？听到这句话，宋景年嗤笑一声，就算我不要也轮不到你，也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让婉清不肯和你离婚。我口中全是因为隐忍痛意带来的心弦铁锈味。宋景年的抱怨传入耳中，只让我觉得可笑。穆婉清不愿意离婚，不也是为了成全她的生性自由吗？当初要走的是她，走了后不满穆婉清身边有了他人的又是她。宋景年不知道我心中所想，泄愤般越抽越用力，一边又一边几乎是往死里抽，直到放在沙发上的手机响起，是穆婉清打来的。他神色一变，终于停下了鞭打，接通了电话。那边言简意赅，没有一声问候，直接开门见山道让江北洲接电话。他脸色一僵，不情不愿地将手机递给我，眼中带着狠毒，张了张口没有声音。我却从他的口型中读懂了他意思，你敢说一句试试，我让你没命出去。景年没对你怎么样吧？穆婉清少见的关心让我沉默许久，但我还是没有选择在此刻告状，只吐出2个有气无力的字，没有。隔着手机听筒，我也听出那边松了一口气。我晚上来接你，还有我。电话即将挂断之际，那边又传来了江妙然稚嫩的声音。我狼狈地笑了笑，不知道他们今天是怎么了，竟然突然想起关心自己了。难道是感受到我要离开了？见我沉默，那边的呼吸微微沉了沉，还要开口。宋景年一把抢过手机挂断，将鞭子丢给保镖，眼中阴冷更甚，留一口气就行。穆总不是说晚上来接人吗？保镖拿着鞭子有些迟疑，却被他狠狠瞪了一眼。我现在出去，会想办法拖住他们，你们只管折磨他到天亮就行。宋景年走了，折磨却没有结束，疼痛随着鞭子的落下侵占了我所有的意识。这一晚我果然没有见到他们，为了宋景年，他们又食言了。直到天蒙蒙亮，相互接替的保镖终于停下了动作，我也早已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伤，触目惊心。别墅外隐隐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保镖们神色大变，连忙叫来佣人，佣人们将我拖到房间，一边给我换衣服，一边给我清洗血迹，最后扶着我在沙发上坐下后，一群人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整栋别墅都只剩下我一个人时，一道悬浮的金光突然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恭喜宿主，陪伴任务已完成，您现实的家人已复活，请问宿主是否即刻脱离世界？我心中激动，面上却没了一丝力气，只是抬头看着系统询问道，脱离之前能不能帮我一个忙？系统机械的声音响起，宿主想要我做什么？帮我把这几天宋景年陷害我、伤害我的监控录像全都调出来，就当做是我在这个世界留给2母女的最后一个礼物。可以，宿主请准备好，我即将带您回家。声音落下，金光落在我的身上，转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监控录像，静静摆放在我原本坐着的沙发上。下一秒门开了，穆婉清与江妙然率先走了进来，看着空空荡荡的客厅，心中那股不安的感觉愈发浓烈，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溜走了，他却没能留住，没看见想见的人。穆婉清眉头紧紧皱起，看向紧跟在他身后进来的宋景年。江北洲人呢？他笑得有些勉强，抬手指向沙发的方向，人不就好好的在？他想说人就好好坐在沙发上，一转头却看见了空无一人沙发，微微一怔，下一秒眼神就凌厉地扫向了那几个保镖。见人突然消失，几个保镖心中一时大骇，纷纷摇头跟穆婉清解释，穆总，我们出去的时候先生的确是坐在沙发上的，那人呢？见所有人都开始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穆婉清只觉得一股怒火直冲他的头顶，厉声呵斥，还不赶紧去找。几人只觉得有苦难言，他们不能跟穆婉清说他们打了我整整1晚，受了那么重的伤，按常理来说我根本没办法离开，可偏偏我现在不仅不在客厅，他们甚至翻遍了整栋别墅，也没有找到我的一点踪迹。江妙然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昨天与穆婉清一同离开宋家的别墅开始，他的心就莫名慌得厉害，直到晚上穆婉清打了那通电话，听到我那句没有才安下心来，本以为今天就能见到人，到了这边却发现人居然失踪了，那股不安的感觉再度从心底席卷而来。他抬头看向宋景年，眼中带着他自己都没有发觉的责怪，爸爸，不是说好了今天将他完好无损的还回来吗？宋景年看出了江妙然心底的埋怨，他面色讪讪，下意识看向穆婉清想寻求安慰，就看见他看向自己的眼中也带着几分责怪。一瞬间，宋景年委屈从心底蔓延开来，他没想到他们居然会为了我而质问他，面上不显，心底对我的嫉恨又多了几分。他们本就是他的妻子女儿，不过离开了5年，他们就找了另一个人取代自己，不愿意离婚就算了，如今江北洲不过是消失不见，他们居然就开始责怪起自己来了。我真的不知道，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不就一直跟你们在一起吗？怎么可能对江先生怎么样？你们怎么能这么看我？不过转瞬，他的眼眶就变得通红。穆婉清和江妙然瞬间就有些懊恼起来，景年，我没有怪你，只是现在江北洲突然消失不见，我们重要先将他找回来才行。爸爸，对不起，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宋景年走到沙发前准备坐下，就看到放在沙发上的监控录像，心中满心疑惑，不知道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刚要拿起，跟着他过来的穆婉清2母女也同样看到了那个监控录像，迅速将东西拿了过来。这是什么？录像带。看2人都对那监控录像十分感兴趣的样子，不知为何，宋景年心底有个声音告诉他，不能让穆婉清2母女打开那副录像带。刚要伸手去抢，那些保镖就满脸菜色的回来悻悻道，穆总，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先生。一瞬间空气都变得凝固起来。江妙然看着穆婉
清手上的录像带，突然开口：“妈妈，这是不是江叔叔留下来的？”穆婉清像是被他提醒了一样，如今谁都不知道我人在哪里，唯一的线索似乎也就只有自己手中的录像带了。想到这里，他将目光转向沙发对面的电视，随手指了一个保镖出来：“你去放。”婉清，这不……宋景年推拒的话还没有说完，保镖就已经颤颤巍巍的上前接过监控录像，操作了起来。一群人的视线全都聚集在屏幕上，生怕上面出现些不该出现的。下一秒，滋啦的电流声响起过后，画面清晰的映入所有人眼中。最先出现的是宋景年刚住进穆家那天厨房的录像，画面里清清楚楚的将他在我拒绝他帮忙之后，他仍旧不管不顾去拿汤盅，然后又故意松开手将汤泼到自己的身后，然后在穆婉清与江妙然赶来后故作可怜的模样，却说是我故意将汤泼在了他的身上。紧接着出现的就是生日宴会当天他中毒的全程录像。穆婉清看着画面里他在接过服务员端来的饮料后，鬼鬼祟祟的从包里拿出一包药，全部倒进了其中一杯酒里，然后又在经过洗胃清醒后，哭得泪眼朦胧说我是幕后主使。再接着就是昨天穆婉清与江妙然离开宋家的别墅之后的录像，他笑得温柔，将两母女亲自送出别墅，又立刻变脸，拿起鞭子狠狠抽向我。在他打去电话询问我的状况时，还出口威胁不允许我求救。在电话挂断后，脸色阴毒的吩咐保镖继续折磨，只要留一口气就行。他去拖住他们，母女两人的脸色随着一个又一个画面的出现，从刚开始惊诧和难以置信，到看见我被折磨时的不忍，直到最后全都变成了对宋景年的恨意，脸色阴沉的像是要滴出墨来。居然全都是假的，宋景年居然全都是在骗他们。直到这一刻，穆婉清与江妙然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宋景年昨晚做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说以后都不要再和他们分开。这就是你说的江北洲害你，这就是你说的你不会江北洲如何？爸爸，你不是说今天要将江叔叔完好无损的还回来的吗？如果说刚刚还只是下意识的询问，这一回穆婉清与江妙然的语气中便只剩下了疏离与质问，而宋景年则是在第一幕画面出现后就开始满目慌张，脸色也惨白了起来。他怎么都想不明白，我被打成了那副模样，居然还能跑走，甚至在离开之前还留下了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监控录像。因他一手，宋景年一时腿软跌坐在地，不住地摇着头，直到此刻也不忘为自己辩解。婉清，你们要相信我，我没有，这些视频肯定是江北洲伪造出来陷害我的，你们知道的，我平时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死，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他忙于为自己辩解，却忘了他在穆婉清与江妙然面前为自己编造的人设，又怎么会对人脱口而出见人这样的称呼？穆婉清眼沉如墨，一把掐住宋景年的下巴，冷笑出声：是我错了，居然会相信你这个5年前就能狠心抛下我和妙妙的男人，信了你的话去惩罚北洲，却不知道你才是真正那个狠毒的人。宋景年，是我看错了你，可人总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责，不是吗？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好呢？宋景年将他眼中的恨意收入眼底，慌乱着想要求饶，目光在四周搜寻，最后落在了江妙然身上。他求助地看向他，企图让他替自己求饶。妙妙，你快求求妈妈，爸爸知道错了，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江妙然豁然伸手拽了拽穆婉清的衣袖，见此他眼中闪过一丝希冀与得意。看吧，江北洲对江妙然再好又怎么样？他不还是一样记不得你的好？只要自己一句话，他不还是会为自己求情？穆婉清转头看向江妙然，脸上是隐忍的怒意，明显也是觉得他要为宋景年求情。但下一秒，他的话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妈妈，要罚他什么时候都可以，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找到爸爸。这是宋景年回来之后，江妙然第一次叫我爸爸，只可惜我已经听不到，也早就不稀罕了。而宋景年在听到被换掉的称呼，刚刚才升起的那一点希冀，顿时被击得粉碎。他满目都是不可置信，不相信仅仅就是因为这样一段不知来路突然出现的视频，他们就全都放弃了自己。婉清、江妙然大声喊叫着，母女两人却头也不回的离开，只留下了几个保镖将宋景年和那几个鞭打过我的人全都绑了，再把他们送回穆家别墅关了起来，带着剩下的保镖沿着宋家别墅慢慢扩大搜寻范围。可他找遍了宋家，找遍了别墅区，找遍了 B 市，找遍了整个国家，却再也没有找到过我的踪迹。穆婉清与江妙然母女两人始终没有放弃过寻找我，他们报了警，发了悬赏信息，可3天、3个星期、3个月、3年过去，仍旧是一无所获。B 市监狱隔着一层特制的玻璃，宋景年与穆婉清两母女相对而坐，她穿着条纹囚服，脸色憔悴，裸露出来的皮肤上全是纵横交错的疤痕，脸上还有一块皱巴巴的十分丑陋骇人的伤疤，是被烫的。玻璃外穆婉清眉眼冷峻，对她如今的惨状没有丝毫动容，毕竟这些伤疤都与她脱不了干系。3年前她得知宋景年所做的一切之后，便将她带回了别墅，将她曾经施加于我身上的一切全都还了回去。从那盅滚烫的汤开始，她亲自烧了一壶滚水浇在了她的右脸，哭喊求饶都不曾手软。她曾打了我多少鞭，她便也还了多少鞭回去，只将她打得喊叫不止，奄奄一息。若不是后来为了寻找失踪的我报了警，也牵连出了这一系列的事情。宋景年所做的事情也被公开，在被万人唾骂时也被关进了监狱。大抵宋景年还要在他手上遭受不知多少折磨，但即便是进了监狱，他的日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被骂不知廉耻的小三，被所有狱友排挤、殴打，吃不上饭都是常事。他们早就决裂，没有坐下来好好交流的可能了。事已此刻，穆婉清与江妙然都是满脸不耐。不是说你知道北洲在哪里？母女两人本都是不愿过来的，外界的人找了3年都没有找到，他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人又从何得知？除非当初他就已经狠心将我杀害藏了起来。可若真是如此，他也不必等到3年后的今天才愿意松口告诉他们。只是但凡有一丝希望，他们都不想放我。宋景年咧开没有因为烫伤变得僵硬的那半张嘴笑了起来，显得怪异无比。若是一个胆子小的人看到了，怕是要被吓得半夜做噩梦。但此刻就连8岁的江妙然在看见这幅场景时神色都丝毫未变，他也像是没察觉到一般，开口说话时的声音沙哑：是啊，我知道他早就不在我们这个世界，回到他自己的世界去了。可笑吧，你们在这边为了他折磨我，耗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找他，其实啊，他根本就没有爱过你们。穆婉清与江妙然听到这番话先是一怔，紧接着第二反应就是不相信，什么不在这个世界，什么根本没爱过他们，都是放屁。在这怪力乱神胡言乱语，母女两人的神情出奇的一致，觉得宋景年就是在因为他们之前的折磨故意说着话气他们，当即就沉了脸起身要走。他却再次开口叫住了他们：你们不想知道那次江北洲拿着的
照片上那2个人是谁吗？沙哑的声音通过被随意甩在桌上的电话传了出来，有些失真，也有些听不清楚，却让穆婉清和江妙然母女2人全都僵在了原地。陈峰的记忆突然破土而出，回忆不断翻着页，最后定格在只见过一次的那张照片上。很显然他们也想了起来，微微泛黄发旧的照片，照片上一大一小的2个人，眼中满满的爱意与亲昵，还有那时我怀念的眼神，念叨的3天后回到他们的身边，以及轻柔摩挲照片的手指和他们稍稍用了些力气，我便心疼的将照片夺回去的动作。怎么想，他们之间的关系都不该是很久没有联系过的朋友。宋景年看见他们僵在原地的脚步，眼角染上疯狂的快意，他被折磨了整整3年，他们又凭什么能够舒心快意的活着？这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跟我们的世界一样，可那个世界没有穆家，没有穆婉清，也没有江妙然，可是那个世界有江北洲，他牵着2个人，就是那张照片里2个人，一个叫她老公，一个叫她爸爸。我看得出来他和他们在一起时的状态与和你们在一起时不一样，在那里他的开心是真的开心，他对他们的爱才是真的爱，而不是像对你们那样百依百顺，却活得像个傀儡。我看到了一个金色的光团，江北洲叫他系统，偶尔会跟他说话，我才知道原来江北洲啊，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来陪你们也不过是因为他在那个世界妻子和孩子出车祸成了植物人，才接下了系统发布的陪伴任务，陪了你们5年，而任务的要求之一就是要对你们百依百顺，他从来都没有爱过你们，你们在他的眼中不过是任务对象罢了。宋景年越说越畅快，可他每说一句，穆婉清和江妙然的脸色就苍白1分，直到江妙然脸上血色全无，眼中满是茫然无措。你骗人！短短的3个字，他声音却已经带上了哭腔，想要辩解，想要否认，抬头时眼中含着泪意看向穆婉清，妈妈，他是骗我们的对不对？爸爸怎么可能不爱我们呢？怎么可能呢？5年来我对他们百依百顺，无论他们提出多么过分的要求，我都会尽力去做到，哪怕他们错怪了我，甚至都不需要道歉，只要他们递上台阶，说想吃我做的饭菜，我就会巴巴的做好送到他们的面前。哦对，宋景年说那是因为系统的要求。江妙然在心底耐了半天，却发现除了陪伴与百依百顺，他似乎也找不出来其他我爱他们的证据。而穆婉清沉默着回答他的话，心里却因为宋景年的这几句话掀起了惊涛骇浪。他忽然想起那时我总念叨着什么7天5天3天，那时他问我，我却只说没什么，但如今细细回想起来，我消失的那天不正是我计时的最后一天吗？穆婉清不想相信，心中的天平却早就已经倒向了宋景年说的话，而他仍觉得这把火不够大，不断的添油加醋着。不然你们自己想想，这3年来宋家那栋别墅怕早就已经被你们掘地3尺了吧？他一个25岁的男人，又受了那么严重的伤，要怎么做才能在不被任何监控拍摄到的条件下，在短短的3分钟之内跑出别墅，却连一点痕迹都未曾留下呢？他又是如何拿到我陷害他、鞭打他的监控录像呢？不就是因为那一切都是系统出手帮的他吗？说来也真是可笑，我居然会和一个压根就没有将你们放在心里，甚至跟我们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去争你们这对自以为深情的母女，所以我活该落得如今的下场。哈哈，宋景年疯了。穆婉清与江妙然离开探监室的时候，也同样神情恍惚，步伐踉踉跄跄，从监狱门口到上车的地方不多，短短几步路，却差点摔了5次，还要保镖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才没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回到穆家的别墅，穆婉清便将自己关在了房间里，谁都不见，也包括江妙然。他与我结婚5年，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不爱他这个可能，他只是以为我真的太爱他了，所以能够爱屋及乌，对他和宋景年的孩子也百依百顺，所以能够淡然地接受他的冷淡，他朋友们的轻视与戏弄，所以连他与宋景年死灰复燃，甚至堂而皇之的将宋景年接回别墅，我也毫不在意，却原来只是因为不爱，所以不在乎吗？他忽然很嫉妒那张照片上的人能够被我那样深爱，可以在他们意外车祸成了植物人，后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娶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百依百顺的照顾另一对母女5年，只为复活那2个人。穆婉清本以为自己对我是亏欠，所以想要弥补，后来久寻不得，却仍旧不肯放弃。他以为是执念，但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不是的，不是亏欠，不是执念，而是他早就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我。他只是拉不下面子，承认自己爱上了一度被他的姐妹们叫做舔狗的男人罢了。他很好，是他胆怯不敢承认，甚至在宋景年说要带走我时，他不敢强硬的保笑我。如果他能早些认清自己的心，我们之间的故事会不会有另一种结局？我在离开时会不会因为他与江妙然而产生一点点的不舍？只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另一个房间里，江妙然找遍了整个别墅，却颓然地发现别墅里竟真的一点点我的痕迹都未曾留下，以至于如今他连睹物思人都做不到。人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人或者事的珍贵，就像我还在他的身边时，他仗着我绝不会和自己生气，无论如何都会对他百依百顺，肆无忌惮地伤害我、贬低我。如今得知我还有另一个孩子，他再也见不到我了，心中才忽然变得空空荡荡，就像丢失了最心爱的那个玩具一般。江妙然又想起当初2次发现我在烧我的东西，如今想来，我或许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想着离开了吧。若那时他发现了不对劲，选择了出言阻拦的话，这一切会不会又有所不同？我会不会留下？会不会至少给他留一丝念想？只可惜那时候的他看见我的举动，只是态度十分恶劣地说，的确都是垃圾，你最好烧的都是你的东西。小孩子的情绪来得很快，也做不到像大人那样压抑，他只能靠在曾经我住过的房间门上，抱着膝盖嚎啕大哭。以后他再也没有爸爸了。别墅内的佣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2个主人回来，一个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唯一的联系就是让人送酒进去，另一个则是跑到男主人房间里嚎啕大哭，无论怎么劝慰都不愿开门，也不曾停止哭泣，只能悻悻离去。直到夜色渐深，2母女一个喝了太多的酒醉的昏死过去，一个哭累了，就那样靠着房门沉沉睡了过去，别墅才终于安静了下来。当晚穆婉清与江妙然在梦境中相遇，一片白茫茫的虚无空间之中，穆婉清与江妙然眼中尽显茫然，尽管平时表现得足够镇定和超出同龄人的懂事，但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江妙然还是下意识朝着穆婉清的方向靠了靠，而隐约察觉了此地不同寻常的穆婉清，在短暂的茫然之后，也下意识将江妙然拉到了自己的身后，警惕地环视着四周的环境。就在这时，一道金光忽然显现，在几次闪烁之后，在他们面前彻底稳固。系统1107接收到强烈愿望，与宿主链接成功。2位宿主你们好，我是系统1107，很高兴为宿主服务，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即可获得一次实现愿望的
的机会，请问是否愿意绑定系统实现心愿？事情的发展太过玄幻，穆婉清与江妙然对视一眼，感觉自己像在做梦。想起最后和宋景年的谈话，不自觉右手摸上左手，狠狠拧了一把，没有感觉。江妙然眼睁睁看着母亲拧上了自己的左手，拧完后颓丧的感觉溢于言表，心里不禁也有些失落。果然是梦吗？系统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在想着什么，于是解释道：此处并非梦境，之所以感受不到痛觉，只是因为系统空间只能神魂进入，只有神魂受到伤害才会感受到痛苦，但鉴于神魂受损无法恢复，并不建议尝试。最后一句话彻底打消了穆婉清尝试的想法，他还没有再次见到我，怎么能先受到无法挽回的伤呢？想到这里，他握住江妙然的手紧了紧，抬头看向那金色的光团，真的能帮我们实现愿望吗？什么都可以，去另一个世界见我想见的人也行。听见穆婉清这一连串的问话，江妙然的心里也不由升起了希冀。从3年前得知我受到了那么多委屈开始，到后来知道我来到他们身边另有所图，这3年来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能够再见我一面，如今骤然得知能够再次见到我，他激动不已，却又害怕最后只是一场空而已。是的，只要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就能获得实现心愿的机会。鉴于宿主心愿的特殊性，如今有2种选择：一选择陪伴系统，随机前往一个世界，陪伴任务对象5年，期间不能拒绝任务对象的所有要求，任务完成后即可获得实现心愿的奖励1次；二选择散财系统，进入指定世界，选择指定任务对象绑定，在任务世界中所获取90%财产，将通过任意方式转送至任务对象名下，且选择进入任务世界之后将无法再返回原世界。2种选择对应了2条路。穆婉清与江妙然对视一眼，没有丝毫犹豫的开口，说出了同一个答案。我选择第2种，那个世界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只要能够永远留在我的身边，需要将90%财产转移给我又如何？这本就是他们亏欠于我，该补偿给我的。至于那什么陪伴系统，还要100%顺陪别人5年，他们一刻都等不了了。金色光团上下跳了跳，似乎是在点头。下一瞬，电子机械音便响了起来，任务接受成功，世界通道正在连接。随着声音的响起，穆婉清与江妙然眼前一阵天旋地转，很快便彻底失去了意识。母女2人在醒来的时候，眼前的场景已然发生了变化，白色的天花板、刺鼻的消毒水味，都宣示着此刻他们所处的位置在医院。迷迷糊糊的睁开眼，就看见一个护士正忙着给他们换点滴瓶。听见动静，护士回头看了一眼，脸上习惯性挂上笑容。醒了，回到原世界的第3年，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此时我正经市中心医院康复中心，陪着白洛言与江雨嫣复健。虽然距离他们从植物人状态中苏醒过来已有3年，但长时间的昏迷加上车祸的损害，他们还是需要复健才能慢慢恢复到最初的状态。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过来。电话铃声也恰好在这个时候响起。您好，请问是江北洲先生吗？我接起电话，是一道陌生的女声，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才又接着开口。这里是京市中心医院住院部，有2位病人说是你的朋友，您方便过来一趟吗？2位病人，我有些奇怪，但想着也没有多远，就还是答应了下来。可以。电话挂断，我跟白洛言和江雨嫣2人打了招呼，起身朝着住院部走去。住院部在康复中心对面5楼，我乘坐着电梯过来，面前就是护士台。询问了具体的房间号之后才走了过去。在逼仄狭小的病房中，蓝色的窗帘隔开了几个床位，唯有最中间的2个病床间的窗帘并未拉上，很显然就是要找我的那2位病人。我走上前，却在看见坐在病床上的那2个人时，忽然愣在了原地。穆婉清、江妙然，他们不是任务世界的人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还这样狼狈。在那个世界时，他们身价过亿，要风得风，什么时候住过这样破旧的房子？而穆婉清与江妙然2母女在看到我的时候，眼眶却骤然红了起来。北周，我们很想你，你们大费周章的将我找过来是为了什么？在短暂的愣怔之后，我迅速恢复了往常的平静，看着他们的眼神也如同在看陌生人一般，疏离冷淡的目光刺得2人心中一痛。江妙然更是只是直接从病床上跳了下来，一把抱住了我的大腿。爸爸，我和妈妈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和妈妈好不好？从前是我不懂事，仗着你的宠溺故意欺负你，可是我现在真的已经学乖了。不过短短几句话的时间，他的眼中就噙起来一泡泪，搭配上他可爱精致的五官，十分惹人怜爱。穆婉清拉不下脸与他一样抱着我去哭，只能在心底暗暗羡慕，抿了抿唇后才别扭着开口。北周，我们找了你3年，从前我误会你颇多，放任宋景年伤害了你太多次，可我知道真相后就让他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还将他送进了监狱。北周，我们都知道错了，你要怎么罚我们都行，就是别离开我们好不好？昔日冷厉杀伐果断，在我面前也永远保持着清冷与疏离的首富穆婉清，如今终于在与心心念念了3年的人再次重逢后，低下了他那颗高贵的头颅，祈求着我的一丝垂怜。可当年对他们100%顺，被所有人说爱惨了他们的我，在面对他们的卑微求饶时，心中却没有丝毫波澜。隔壁床的病人听到了我们的动静，拉着窗帘探头探脑的看过来，将穆婉清与江妙然的窘态尽收眼底，刚要在心底感叹一句真是个绝情的男人，连妻子和孩子都可以抛下不管的时候，就听见了我的声音。我的确有仗妻子和孩子，但不是你们，穆女士，我们不过是几面之缘的普通朋友罢了。若只是想留在这里的话，大可不必攀扯上我。若是让我的妻子和孩子看见了，他们会吃醋的。我毫不留情地将江妙然从自己的腿上拨开，说完这些话就直接转身离开了病房，留下满屋子好奇心爆棚。病人将看戏的目光全都投向了我们。此时正值冬日，雪花絮絮扬扬从空中画着圈落下，我停在廊下，看着悠悠飘落的雪花，伸出手接过一片，冰凉的触感在手心里转瞬即逝，最后化成一点小小的水滴。时隔3年，我本以为自己已经忘却了穿越的所有事情，如今穆婉清与江妙然的出现，却突兀地将我尘封的那段记忆全都翻了出来。我忽然又想起了我完成任务的那天，穿越还有系统的事情太过玄幻，再次醒来发现又回到了熟悉的房间。恍惚中我还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一场异常真实的梦，可我是身穿系统可以将我投放在5年前刚刚离开的时候，我的身体在任务世界受到的所有伤害，却全都无法避免的与我一同穿越了回来。我身上大大小小皮开肉绽的伤痕都还没有来得及处理，还在丝丝缕缕往外渗着血。别墅里有药箱，可我连站起来都没有力气，又怎么可能在去拿完药箱之后还能自己给自己上药？佣人虽然能帮我拿来药箱，也能帮我上药，可我无法解释自己这一身伤痕的来源。好
好在系统并未在将我带回来后就彻底离开，看出了我的为难，也顾念着我是为了完成任务才会受到这么重的伤，便主动替我治愈了伤痕。丝丝缕缕的金光从系统处被剥离送进我的体内，很快我就感觉到身体传来了一阵舒爽的感觉。我惊奇的抬手，刚刚还能看见皮肉翻开模样的手，此刻已经恢复如初，甚至比从前还要细嫩，不像是给穆婉清与江妙然母女两人百依百顺，当了5年管家的手。身体彻底恢复的那一刻，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我接起来，那边是护工十分惊喜的声音：“先生，白总和小姐醒了。”当即我便挂断了电话，匆匆叫了司机赶往京市中心医院。半个小时的路程硬生生被压缩到10分钟，我等不及从5楼一层一层停下的电梯，干脆直接朝着楼梯的方向跑去。等我气喘吁吁来到病房，推开房门，里面的人也立刻朝我看了过来。在午后的阳光下，白洛言精致妩媚的脸上还带着一丝大病初愈的苍白，长达1年的卧床让她原本匀称的身形显得有一丝瘦弱，泛白的嘴唇勾着一抹淡淡的笑，眼睛在看见我的那一刻便再也挪不开。向来乖巧文静的江雨嫣被白洛言抱在怀里，眼角带着泪珠，一副刚哭过的小可怜模样。听见开门的声音，小脑袋立马就转了过来，看见是我，当即就拍着母亲的手让她放开自己，然后啪嗒啪嗒的跑过来，在我蹲下身张开双臂的时候猛地扎进了我的怀中。爸爸，你没事就好。加上车祸昏迷成了植物人的那1年也才刚刚5岁的江雨嫣，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还是没法像白洛言那样淡定。车祸时我们在同一辆车上，她和母亲都受了那么重的伤，自然也害怕我在他们的保护之下仍旧会无法避免的受伤，害怕她从此与父亲分离，更怕她和母亲率先离开，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将江雨嫣紧紧抱在怀里，豆大的泪珠从眼角滑落，还没来得及滴落在她肩上的条纹病号符，就被一只小手轻柔地擦去。我抬头，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想说话，喉间的酸涩与委屈憋得我鼻尖通红，眼泪再次大滴大滴地落下。白洛言不厌其烦地将我脸上的泪痕全部擦去，轻柔地吻落在我的脸颊。她手一揽，将一大一小2个人全都抱进了怀里，柔声安抚着我：“抱歉，这段时间我和孩子让你担心了，以后都不会了，别哭了，再哭我可就要心疼了。”江雨嫣的小手也不断轻拍着我的背，直到我的情绪终于缓解。来查房的护士看见他们这样，也笑着安慰了几句：“病人能够苏醒过来是好事。”一连苏醒了2个植物人，等于一次降临了2个奇迹。有这样的运气，相信白小姐和小朋友之后都会好起来的。只有白洛言和江雨嫣时我还没什么感觉，此刻有了别人在场，我也终于后知后觉得有些害羞起来，胡乱擦了把脸站起身，腼腆的笑了笑，这怎么不算是奇迹呢？本来都只能这样安安静静的死去，我却奇迹般的遇到了系统。不过忍受了5年的委屈，就能换来他们的生机，是我赚了。但苏醒并不意味痊愈，车祸带来的许多后遗症都还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复健来慢慢达到最完美的状态。好在有系统的帮助，他们复健的过程都很顺利。爸爸，北周，2声呼唤将我从回忆中惊醒，我回头便看见白洛言和江雨嫣母女2人站在另一边的屋檐之下，眼中是满满的爱意与柔情。忽然吹来一阵风，卷起片片雪花朝着几人扑去，最后落在他们的发顶与肩头。我穿过风雪，在炎夏与他们对立而战，不过这么几步路，我的头顶便被飞雪霸占。爸爸和妈妈的头发都白了，这是不是就是古人说的共白头？白洛言笑着点了点头，又替我掸去身上的雪，整理好围巾，将伞塞到江雨嫣的手里，一手将她抱起，一手牵着我：“走吧，回家。”“回家。”2人十指相扣，怀里江雨嫣2只手一同用上，才勉强稳定让伞笼罩住3个人，声音里满是欢喜雀跃。“回家喽。”他们的身后，穆婉清与江妙然看着我们一家3人相处时融洽又温情，双眼通红，喉间梗塞。他们不曾忘记自己追下来是想求得我的心软，想让我回到他们的身边，可此刻他们却怎么也迈不开腿去追。妈妈，爸爸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当我的爸爸了？江妙然眼眶通红，穆婉清抬头望向看着我和白洛言、江雨嫣离开的方向，声音里的哭腔浓得似乎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他想寻求一个答案，一个否定的答案，可穆婉清只是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说。谁也不知道他想表达的到底是我不会不要他们，还是我再也不会回头了。金光在2人面前闪烁，机械的电子音发布了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第1个任务：请宿主尽快寻找工作，安排好入学事宜。他们的未来会按照系统的规划有条不紊的前进，学习和工作，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可财富永远不会属于他们。我再次见到穆婉清与江妙然母女2人的时候，是在学校里。江雨嫣的班主任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我的孩子在学校里打架，希望我能过来处理一下。我挂断了电话，就匆匆赶往学校，心中却十分不理解。毕竟江雨嫣向来乖巧听话，从来没有发生过和同学打架的事情。直到赶到学校，看见另一个脸上带伤，却仍旧满脸都是气愤的小孩时，心中却隐隐有了猜测。果不其然，等见到了来人，江妙然脸上的气愤瞬间皲裂。爸爸，我没有欺负同学。江雨嫣身上并没有带伤，只是做的姿态却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指着站在他对面的江妙然告状，是他先招惹我的，还说你是他的爸爸，不是我的爸爸。江妙然是真的没有想到江雨嫣的爸爸居然会是我，毕竟他也只见过江雨嫣2次，一次是3年前通过照片看到的，一次就是1个月前。前者他记不太清了，后者当时他并没怎么看清那个小孩的模样。这次打架也不过是因为他看到了我的照片，下意识说了句那他的爸爸，就被江雨嫣狠狠揍了一拳。他当然不甘示弱，想要反击回去，却连碰都碰不到江雨嫣。江妙然本来是想等穆婉清来给自己撑腰，刚刚挨了几拳都没哭过一声的他，这会儿看见我直奔江雨嫣，却是直接红了眼。爸爸，他瘪着嘴看着温声哄别人的我，满心满眼都是委屈，不该是这样的。明明从前我对他那么好，就算是因为任务5年的陪伴，又怎么能够说忘就忘掉呢？江雨嫣听到了他那声委屈的爸爸，毫不掩饰的朝他翻了个白眼，都说了这是我的爸爸，你自己没有爸爸吗？要来抢我的爸爸？老师有些尴尬的看了看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好开口调理，偏偏另一个还特别容易因为这件事吵起来，甚至是动手。爸爸只会是你一个人的爸爸，不会去当别人的妈爸爸。我看也没看江妙然，先是拍了拍他的背，替他顺了顺气，但眼中带着些许不赞同。雨嫣，但你不是这样冲动的人，能告诉爸爸你为什么要打同学吗？江雨嫣撇了撇嘴，其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在看见江妙然的时候，下意识的就有些抵触他，讨厌他。听到他叫我爸爸时，心里的烦躁就怎么也止不住，但看见我蹙起的眉头，他还是叹了一口气，深
伸手替我抚平了眉心的皱眉。爸爸，我知道打架不好的，以后不会了。父女两人谁都没有管我们身后的江妙然，只把她当成了一个透明人。穆婉清就是在这个时候过来的。江妙然很聪明，小学的课程早在他们的原本的世界时就已经自学完成了，只是入乡随俗。他便随意挑了一所看起来不错的学校，却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我。他下意识想要上前去找我，却在触及我警惕的目光时又讪讪退了回去。这位小姐，还是麻烦您好好教教您的女儿吧。我也知道她从小就没了母亲，很可怜，但我女儿并不喜欢别人随便叫我爸爸。穆婉清眼中的哀痛浓得快要化成实质，她张了张口，想解释些什么，最后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低头道了声歉。抱歉，我会让她改口的。江妙然瞪大眼睛，不敢相信穆婉清居然会说出让她改口的话。可爸爸就是爸爸，他为什么要改口？妈妈穆婉清揉揉她的发顶，叹了口气，没有向她解释。他们已经来到这个世界1个月了，这1个月里，穆婉清也回想了无数遍他们之间的曾经。不管我是不是带着目的接近她，但那5年里，我的确从没有对不起过她，是他们对不起我。如今我怪他们也是正常的，但穆婉清也相信，只要他们足够诚心，我就总会有接受他们的那一天。没有办法做我的妻子没关系，倘若哪一天我对江妙然心软，他们便有了进一步的可能。事已到完欠，他将人带出了办公室，苦口婆心的劝告着，没关系，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就已经做好了北周不会接受我们的心理准备吗？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装可怜，让他看到你受委屈的一面，直到他愿意接受你。他是个父亲，若看见曾经尽心尽力养育了5年的受了委屈，总归做不到铁石心肠，对江妙然不管不顾吧。而另一边的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想法，若是知道了，怕是只会嗤笑一声。我会去接近他们，本就是为了复活白洛言和江雨嫣。仅凭着那5年的相处，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感情。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很快就到了除夕，江家一片喜乐融融，佣人也都放了假，彻夜不灭的灯光笼罩着别墅。厨房里，我跟在白洛言的身后，看着他将包饺子的面团端了出来。自己包饺子的提议是我提出来的。我在穆家的时候，为了照顾江妙然，硬逼着自己学了许多技能，厨艺更是练到了精通，堪比5星级大厨。只是自从回来这个世界之后，我便没有了自己动手的机会。平时不是佣人准备，就是白洛言准备。这次趁着佣人放假，我便准备自己包。谁知最后大部分的活还是被白洛言和江雨嫣一同包揽了过去。就在几个人一边打闹一边录着视频的时候，门铃却突然响了起来。3人有些疑惑地对视了一眼，不明白这个时间谁会过来这里。最后3个人还是一起去开了门。穆婉清牵着江妙然站在门外，江雨嫣在看见2人的瞬间就撇了撇嘴：“你们来干什么？没礼貌！”他的语气很差。白洛言啪的一巴掌拍上他的后脑勺，笑骂了一句，但很明显不过是客套，并没有真的责怪他的意思。看着他轻哼一声抱住我的大腿，不愿多看自己一眼的模样有些好笑。顿了顿才接着将话题转向屋外的2个人：“你们是？”穆婉清与江妙然母女俩也没有在意，目光选择性忽略掉了其他所有人，直直看向我：“北周，我们能跟你单独聊聊吗？”“不好意思，这位小姐，这个时间单独去聊不合适吧？”见我不留一丝情面的选择了拒绝，穆婉清与江妙然母女2人脸色白了白，似乎没想到我会拒绝的如此干脆。她心中苦涩，却还是不愿意离开。江妙然瞬间就红了眼睛，声音里满是委屈与哭腔：“爸爸，你真的不要我们了吗？”我无奈，刚准备开口说些什么，就听到江雨嫣的声音像是裹了炸药，火气十足：“江妙然，你是上次还没挨够打吗？要爸爸就去找你自己的爸爸，别缠着我爸爸，否则我告诉你，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我一惊，白洛言也同样一愣，不知道为什么向来乖巧听话的女儿突然脾气变得如此暴躁。这句气势汹汹、敌意十足的话更是吓得江妙然一夜，还忍不住打了个嗝。江雨嫣不屑地瞥他一眼，再看向穆婉清，更是直接朝他翻了个白眼，死缠烂打的跟屁虫，有事快说，有屁快放，没事就滚。从那一声爸爸开始，江雨嫣的态度就直线下降。穆婉清不愿离开，可盯着白家2母女的死亡视线，只能硬着头皮将早就准备好的东西递了过来。他闭了闭眼，努力做出一副温和友善的态度：“北周新年快乐。”我垂眸看了眼礼盒，刚准备拒绝，一道金光就闪了出来。这只是系统任务，但还是建议宿主收下，之后无论宿主用于什么方面，系统都不会再过问。我愣了愣，看向面前的2人，穆婉清和江妙然的神色并没有变化，似乎看不见系统与我的对话。系统又闪了闪，解释道：“系统可任意选择对象现身，未被选中者即便是绑定宿主也看不见。对于这个复活了我的爱人与孩子的系统，我还是很信任他的。既然系统劝自己收下，我想了想，要脱口而出的拒绝，便又被我收了回去。接过了礼物，道了声谢。穆婉清与江妙然还以为是自己的心动有了作用，眼中当即闪过一道亮光，半点不见刚刚的颓丧。好了，礼也送到了，你们该离开了。白洛言眼睛微微眯起，声音里是浓浓的不悦，感人的话也是丝毫不加掩饰。穆婉清与江妙然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还一直沉默不语的白洛言，这会儿却突然开始感人。但反正礼物也已经送到，虽然心中有些不悦，但他们也还是没有多加计较。别墅区打不到车，穆婉清和江妙然只能步行往外走去。这几个月的时间，2人常常趁着我自己一个人时上去刷刷存在感，但大多数的时候都不过是无用功。这还是第一次我没有拒绝或者是故意疏远他们，想来这段时间他们做的是对的吧。而此刻江家别墅里，我随意将手中的礼盒丢在一旁的茶几上，看着面前一大一小的2个女人，目光在2人身上不断来回扫视，故作严肃地问他们：“说吧，从实招来，你们2个到底瞒了我些什么？”刚刚他们对于江妙然和穆婉清的敌意太过明显到我想不察觉都困难。白洛言和江雨嫣对视一眼，半晌后嘿嘿一笑，我被他们笑得一头雾水，顿时有些恼羞成怒起来，啪的一巴掌拍在桌上，语气中也带上了些许怒意。见我真的动了怒，白洛言赶忙倒了一杯水递到我的面前，江雨嫣着赶紧用小手替我拍着背安抚道：“爸爸，你先别生气，我和妈妈都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最近我和雨嫣都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们昏迷了不止1年，他们在另一个视角里看到了我为他们做过的一切。从他们刚刚昏迷时，我跪在手术室，在祈求上苍让他们能过活下来；得知他们成了植物人后，又一步一跪爬了3000台阶，跪上惊世最灵的万光寺，祈求神佛让他们能够痊愈。他们心疼不已，恨不能以身代替。在看到我鲜血淋漓的双膝时，又无比痛恨自己，是他们无能，才需要我为他们做到这种地步。我在短短1年里试过了所有能试的办法，却全都无功而返。直到那个散发着金光的系统找到了我，我终于等到了救活他们的
的办法，代价是5年的自由与尊严。母女2人看着从小到大都没受过什么苦的我，为了救他们跑到另一个世界娶了别人，百依百顺，事无巨细的照顾着那对母女，等来的却是白月光回归时被毫不犹豫抛下。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能将不离婚认为是一种施舍与赏赐，该对他们感恩戴德。在看到我只剩下最后1天就能离开时，也不由自主替我松了口气，却又看到穆婉清和江妙然放心的将我交给了那个心狠手辣的宋景言。我终于自由了，他们醒来了，他们终于能够重新将我护在羽翼之下，让我放手去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他们却又在这个时候追了过来，说什么想要原谅，凭什么呢？不爱时任意伤害，后悔时死缠烂打。对不起北周，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你。我听着他们将自己这些年所经历的一切都重复了一遍，亲身经历时都没有落泪的我，此刻却突然红了眼眶，压抑在心底的委屈喷薄而出，一手抱住一个将眼泪蹭在他们的衣襟上。对，都怪你们，你们为什么才醒啊？在京市的另一端，狭窄破小的出租屋内，因为大部分的财产都给了我，穆婉清与江妙然2人过得一度十分拮据，毕竟就连他们醒来时住院费都是向系统暂借，需要及时归还的。好在他毕竟上辈子是首富，在经商一道上十分有头脑，短短几个月便用只剩下1成的余额中还完了欠款。此刻母女2人缩在脏污不堪的沙发上，一边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将它换掉，一边看着眼前的光幕，而光幕里赫然是江家别墅里我与白洛言和江雨嫣抱成一团的样子。果然当他们成为当事人的时候，总觉得只要好好哄一哄，我就总会回到他们的身边。可直到这一刻，他们才发现不是的，先是我与白洛言、江雨嫣母女之间的感情，就绝非从前并未将我放在眼中的穆婉清能够比拟。正如我能够为了白洛言和江雨嫣跪拜上苍祈求神佛，愿意为了白洛言和江雨嫣母女接受陪伴任务，对他们百依百顺，无论什么受到怎样的委屈都赶不走，却又在5年后任务结束的第一时间就毫不犹豫地脱离世界。正如我会在白洛言和江雨嫣母女面前表露委屈，放声大哭，但在他们的面前，我却像是一个不会疲劳的机器一样。正如我会向白洛言和江雨嫣母女撒娇，会说都怪他们，却从不会真的与他们生气。可他们送去的礼物，我会礼貌地接下，然后随意地抛在一边。穆婉清与江妙然在我的心中半点都比不过白洛言和江雨嫣，他们颓然地发现了这个事实，却又不得不骂自己一句活该。正如我同样陪伴了江雨嫣与江妙然5年，这5年里江妙然但凡有一点点尊重我，把我当做自己的父亲，没有在我含辛茹苦养了他5年后，因为宋景年的回归，便再也不肯叫我一声爸爸，甚至当着我的面说出了那句我只有一个爸爸的话。或许在他们一同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我都不会如此绝情地对待他们。可是事到如今，他们早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他没有爸爸了。从这一刻起，又或者说是从更早的时候开始，从他打心眼里认同穆婉清那些朋友们的话，认为我只是一个能够将他们照顾得很好的保姆的时候，他就没有爸爸了。光幕渐渐暗淡，江妙然再也忍不住扑进穆婉清的怀中，放声大哭起来。江家别墅，我终于想起了那个系统让我收下的礼物盒，我好奇地拿起了那个盒子拆开，盒子不大，里面只有一张存折和一张纸条。从前是我和婉清对不住你，这些就算是我们对你的补偿，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都会往这张存折里打钱，希望你别嫌少。存折翻开，我看了一眼，里面有零有整，数额不过刚刚过万，看起来如今的他们日子的确过得不怎么好。当晚我还是亲手包了饺子，我总想着不管是什么，不管多少顿，我曾经给穆婉清和江妙然都做过，没道理我真正的家人却从未吃过我亲手做的吃食。吃饱喝足便是守岁，小孩子精力旺盛时能闹腾的所有人都睡不了觉，困意来时又睡得比谁都快。江雨嫣刚开始还很是新奇，毕竟很少能允许她不按照正常作息睡觉，一会儿吵着要看这个，一会儿又吵着要玩那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般释放自己玩乐天性的时候。平时更多时候都像个小大人，进退有度，温和有礼，和白洛言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翻版，只是指针才刚刚划过0点，江雨嫣守完了上半夜，便像是突然被取下了发条一般，困得小脑袋一点一点的，无论什么都提不起半点兴趣。我轻轻将她抱起放回床榻之上时，她都还在小声咕哝着爸爸要陪爸爸守岁。我轻轻笑了一声，亲了亲她的额头，才转身退出了房间。只是刚刚替她关上房门，往后撤步时就撞进了一个温热的怀抱。我先是被吓了一跳，反应过来后没好气的转身拍了她一掌，干什么呢？悄悄站在身后也不出声，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我一边碎碎念一边抬头，目光就落入了她的瞳孔之中，揽住我腰的手也不自觉紧了紧，看上去是个面无表情的清冷大美女，一开口却变成了委屈巴巴的小可怜。我也要。她抱着我的腰蹭蹭我的脊背，我却不配合，故意装傻。要什么？我还想要逗逗她，眼角溢出一丝笑意。下一秒她的吻如约而至。次日中午我吃过午餐，与白洛言和江雨嫣一起附近的公园散步消食时，穆婉清与江妙然却突然拦在了我们的面前。不过才隔了一个晚上，两人的状态却与昨晚离开的相去甚远，也顾不上白家母女两人的黑脸冷眼。穆婉清和江妙然的视线全都紧紧盯着我，或许是怕被赶走，穆家两母女将人拦下后便赶紧开口：北周，我们单独聊聊吧，就这一次，一次就好，我们向你保证，这次过后我们再不会主动出现在你们面前。或许是真的很想得到这次谈话的机会，穆婉清甚至用以后的所有赌上了这一次。其实我很想说他们可以叫保镖，但想了想还是算了，想来他们总能这样精准的找到自己，和系统也脱不了干系。如果有系统插手的话，普通的保镖或许还真拦不住他们，用一次换以后永久的亲近，倒也不算亏本买卖。我回头看向白洛言和江雨嫣，朝他们笑笑，那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很快就过来。好，虽然很不想让我与穆婉清、江妙然独处，但既然我都已经做好了决定，他们自然也不会阻拦。三人并没有走得太远，随意挑了个有亭子遮挡的石桌坐下，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我声音清淡，没有欢喜，没有厌恶，没有仇恨，像极了面前之人只是两个和我毫无关系的陌生人。穆婉清扯了扯嘴角，苦涩的味道蔓延开来，视线描摹着我的五官，像是要将我样貌深深刻进脑海中，但他不敢耽搁太久，怕引起我的反感，只能赶紧开口：北周，你真的很喜欢他们吗？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不言而喻。我蹙眉看向他，眼神像在说我问了一个什么傻问题，可他抿着唇显得格外执拗，一定要听我亲口说出那个答案。当然，我们青梅竹马，他认定了我，我也认定了他。雨嫣是我妻子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敬我护我爱我，我不爱他爱谁？爱你和江妙然。我是受虐狂吗？要去爱一个把我当做保姆，从未给过我心愿，可以随意
意将我交给别人的人。我歪了歪脑袋，眼中是不似作伪的疑惑，而我面前的二人也在我一句接着一句的反问中被臊红了脸。是啊，他们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又怎么敢奢望我原谅他们，重新回到他们的身边呢？对不起爸爸，对不起北周。沉默了许久之后，穆婉清与江妙然全都羞愧地低下了头，道歉的声音也细若蚊蝇。我却摇了摇头，你们未曾经历过我所经历的一切，所以我也并不打算接受你们的道歉。对了，关于你们的称呼，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是有说过的，穆小姐，希望下一次不会再听到你们叫我爸爸和北周。我只有雨嫣一个女儿，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亲密到可以称呼小名的程度。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的话，我就先走了。说完这句话，我就站起身朝着亭子外走去。而听到我接下来这段话的穆婉清与江妙然则是猛地瞪大了眼睛，不约而同在我起身后也跟着站起了身，轻声叫停我的脚步。等等，我的脚步一顿，微微回头看向他们，还有事，爸爸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我们了吗？江妙然眼眶泛红，嘴角向下撇着，一副委屈的不行的模样。穆婉清也声音颤抖，眼睛死死盯着我，想从我的眼中看出一丝赌气的痕迹。北周一定要这么绝情，断绝掉所有的关系吗？听到他们的话，我挑了挑眉，轻笑一声，我绝情吗？我不是也说过了，如果你们也经历了我所经历的一切，我当然也可以原谅你们。这3年过去，你们不也没有做到吗？说完，我不再去等穆婉清与江妙然的反应，直接走出了亭子，走向了早已等候在外的白洛言和江雨嫣。爸爸，你们聊好了吗？见我出来，江雨嫣连忙走上前来，牵住了我的右手。我点了点头，白洛言也十分自然地走上前，牵住了我的另一只手。谁都没有扫兴地主动去提身后的穆家母女两人的意思。3个人并肩而行，天空突然飘起了小雪，雪花打着旋儿落下，星星点点落在我们的肩头，形成了一幅美好而又浪漫的画像。后来我也真的没有再见过穆家母女两人，在听到他们的消息时，已经是3年后了。他果然很有能力，又重新建立起了一个商业王国。可也就是在那一天，穆家母女两人并在出行的路上遭遇了车祸。次月有律师带着一份遗嘱找到了我，将穆婉清与江妙然名下的所有财产全都给了我。我接下了这次遗产，却没有将它占为己有，而是找了一家信得过的基金会，将那笔钱财全都捐了出去。自此后世间再无穆婉清与江妙然，而我也彻底回到了我原本的时间线里。